我过于粘人，慕云舟干什么我都跟着，一日三餐要备，甚至就连他开会我都在外面蹲着，直到我做了个梦，梦里他身边站着一个清冷独立的大女主，毫不犹豫退了婚。我直接吓醒枕头，哭湿半边，决定痛改前非，借了慕云舟。他去香港谈项目3天，我发的消息加起来10个字。第4天凌晨，他连夜飞回来，眼底青黑胡茬冒出来，西装皱得像咸菜，把我堵在沙发上。许南桥，你是不是外面有别人了？我薯片都吓掉了，不查岗，不视频，连个表情包都不发。他声音又哑又凶，眼眶泛红。3天你就给我发了10个字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缩了缩脖子，心想坏菜了。不是，我以为你嫌我烦。他一把把我摁进怀里，下巴抵着我头顶，闷声闷气甩出一句：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？我慕云舟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你突然不要我了。我就喜欢你管着我，少管1天都不行。我爸呀，大哥，所以你是有受虐倾向吗？他没吭声，过了3秒，怀里传来一句：汪。慕云舟从香港飞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追番，准确的说，我正窝在沙发上，抱着一桶比脸还大的芝士薯片，对着电视里2个纸片人谈恋爱发出姨母笑。茶几上还摆着半盒炸鸡、1杯奶茶、1包开了封的辣条，以及1盒吃到一半的巧克力棒。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真的，我已经整整3天没有给慕云舟发过一条消息，这对于从前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医学奇迹。要知道，我和慕云舟在一起的这2年，我就是那种被人骂上热搜的恋爱脑天花板。他出门我要抱抱他，回家我要亲亲他，开会我在外面等他，加班我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睡，他出差那我基本就是一个人形定位器，早中晚3次查岗是基本操作，视频必须打到他说宝宝我要忙了为止。我闺蜜林甜甜说，我这不是谈恋爱，是养了个电子宠物，还是24小时不掉线的那种。我当时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甜甜说，许南桥，你这样下去迟早要完，男人都是贱骨头，你越粘他越烦，你越冷他越慌。我说，你不懂，慕云舟不一样，他喜欢我粘他。甜甜翻了个白眼，是，你家穆总天下第一，好吃你这一套。我当时理直气壮，但3天前我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太真实了。梦里慕云舟坐在我对面，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很长的桌子，像谈判双方。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，领带系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疲惫。他说，许南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？我愣住了，什么？你每天发几10条消息，打10几个电话，我去哪儿你都要跟着，我开会你就在外面等着，我应酬你就在车里坐着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让我很累？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说不出话。然后一个女人推门进来，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裙，长发低挽，气质清冷而干练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步伐从容地走到慕云舟身边，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。慕云舟点点头，然后抬头看我。许南桥，我们退婚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的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而他身边那个女人微微侧过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挑衅，没有得意，只有一种淡淡的居高临下的同情，像在说你不配。我哭醒了，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，鼻塞到差点窒息，心脏跳得跟被人追了3条街似的。我坐在床上抱着膝盖，浑身发抖，那种被抛弃的恐惧感真实的不像一个梦，更像是一个预警。我花了整整10分钟才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。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慕云舟打电话哭诉，换做以前我肯定这么干了，而是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打字，南桥独立计划。打完这5个字我又哭了，但我逼着自己继续往下写。第1条，每天主动给慕云舟发消息不超过3条。第2条，绝对不主动打视频电话。第3条，学会一个人吃饭睡觉逛街。第4条，他出差的时候不去送机，不去接机，不在家里抱着他的衣服哭。第5条，如果他表现出疲惫或不耐烦，立刻后退，给他空间。写到最后1条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屏幕上，但我没有删，因为那个梦太真了，真到我能记住每一个细节。慕云舟疲惫的眼神，那个女人清冷的侧脸，还有他说退婚时波澜不惊的语气。我许南桥绝不能坐以待毙，我要改变，我要独立，我要让慕云舟知道我许南桥没有他也能活得好好的，这样就算他哪天真的不要我了，我至少不会死得那么难看。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又哭了5分钟，然后我擦干眼泪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肿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穿着一件慕云舟的旧 T 恤当睡衣，这件衣服上有他的味道，我以前每次想他的时候就抱着闻。我低头看了看那件 T 恤，然后把它脱下来叠好放进了衣柜最底层，换上了自己的睡衣。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正在戒毒的瘾君子，难受的要命，但我告诉自己许南桥你行的。慕云舟去香港那天是周一，他要去谈一个并购案，据说涉及10几个亿，预计1周才能回来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提前3天就开始帮他收拾行李。具体流程是这样的，提前3天开始焦虑抱着他说你能不能不去，提前2天帮他整理衣柜，把要带的衣服一套套搭配好拍照存档，提前1天把他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，感冒药、胃药、创可贴、眼罩、U 型枕，他爱吃的零食，我写的小卡片。走的那天抱着他的腰在门口哭，把眼泪鼻涕蹭在他的西装上，然后在他口袋里偷偷塞一张我们的合照。甜甜说我这套流程比航空公司还规范，建议我开个送机服务公司，但这次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没有帮他收拾行李，没有往他箱子里塞小卡片，没有抱着他哭，甚至没有送他去机场。周一早上慕云舟自己收拾好了行李箱，他站在卧室门口看着赖在床上的我，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一下。不送我？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，语气轻松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不送啦，我今天约了甜甜逛街，你一路顺风哦。沉默大概持续了5秒钟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后背上，像一道有实质的射线，灼得我差点破功。许南桥，他叫我
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我甚至还打了个哈欠。你快走吧，别误了飞机。又是沉默，然后我听到行李箱滚轮碾过地板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玄关处传来开门声、停顿、关门声。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，光着脚跑到窗边，躲在窗帘后面往外看。慕云舟正走向停在楼下的黑色宾利，助理陈哥帮他拉开车门，他弯腰上车之前忽然回头朝我家的窗户看了一眼，我赶紧缩回头，心跳得飞快。等汽车引擎声远去，我才慢慢从窗帘后面探出脑袋，接到空荡荡的那辆宾利已经消失在转角，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。呜呜，老公，你还没亲我呢。我趴在窗台上，哭得像一条被主人遗弃的小狗，哭了大概10分钟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慕云舟发的消息只有3个字，落地了。我看着那3个字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打了删了打，最后只回了1个字，好。发完我就把手机扔床上了，然后去卫生间洗脸。镜子里的自己眼睛又红了，像个傻子。许南桥忍住，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想想那个梦，想想那个女人，想想慕云舟说退婚时的表情。说到最后3个字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又哽咽了，但我真的忍住了。第一天晚上我差点破功，以前慕云舟出差我们都要挂着视频睡觉，就算他那边是白天在工作，我也要听着他敲键盘的声音才能安心。有一次他开跨国会议，把手机静音了，我打了23个电话都没接，最后我差点报警。后来他回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。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在我醒着的时候静音。现在想想我确实挺过分的，可现在看着空荡荡的大床，我翻来覆去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，好想给他发消息啊，好想听他的声音啊，好想问他香港热不热，有没有好好吃饭，住的酒店舒不舒服，谈判顺不顺利。我拿起手机点开他的对话框，上一条消息还是他10个小时前发的，落地了。我盯着那3个字，手指在键盘上旋了半天，不行。许南桥，想想那个梦，想想那个清冷独立的女人，想想慕云舟疲惫的眼神。我把手机扔到床尾，用被子蒙住头，开始数羊，1只羊，2只羊，3只羊。慕云舟是喜羊羊。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，这是我2年来第一次在慕云舟出差的时候没有挂着视频也能睡着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，有消息。慕云舟那个万年不变的头像静静躺在对话框里发了一条，香港下雨了，发送时间是凌晨3点12分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脑子里瞬间开始跑马灯。他为什么凌晨3点还不睡？他为什么跟我说天气？他是不是想我了？他是不是在暗示我给他打电话？他以前从来不会主动跟我汇报天气的。打住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默念了3遍我是独立女性，然后回了1个字，哦。发完我就把手机扣在床上了，心跳的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我雷个缝缝啊，这个偶字会不会太冷漠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不爱他了？他会不会正在手机那头皱眉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出了什么问题？但我转念一想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让他觉得我独立了，不粘人了，这样他就不会觉得我烦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起床洗漱，换好衣服，化了个精致的妆，然后给林甜甜打电话。甜甜今天逛街去不去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3秒钟，林甜甜的声音充满警惕。许南桥，你背盗号了？没有啊，穆总出差了。对啊，那你居然还有心情逛街？你不应该在家里抱着他的照片哭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甜甜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。电话那头又沉默了3秒，然后林甜甜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。许南桥，你吃错药了吗？独立，你是能把矿泉水瓶拧开就算独立的那种人吗？你到底去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这种历史性时刻，我必须亲眼见证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在商场门口碰头。林甜甜见到我的时候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她绕着我转了一圈，上上下下打量了3遍，然后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没发烧啊？你才发烧，那你就是中邪了。她一脸笃定。穆总出差，你居然没有穿他的衣服出门？你以前不是说他衣服上有他的味道，穿着等于他抱着你吗？我优雅地整理了一下头发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林甜甜倒吸一口凉气，拿出手机咔咔给我拍了张照片。你干嘛？发朋友圈？这种奇观必须记录。我凑过去看他编辑的文字是：活久见我家粘人精突然戒断反应消失了。配图是我拎着刚买的包包，笑得一脸灿烂。下面瞬间多了10几个赞，全是我们共同的朋友。评论区炸了，不可能，这绝对是 P 的。许南桥，你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穆总知道吗？他会不会疯？我挨个回复。谢阳人在商场刚买完包，心情很好，勿 Q。然后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拉着林甜甜冲进了下一家店。那一天我买了3个包，2双鞋，1条裙子，1套护肤品，花了小10万。刷卡的时候我犹豫了0.1秒。这张卡是慕云舟的副卡，他给我的时候说，想买什么就买，不用替我省钱。我以前觉得这是宠，现在突然有点不确定了，这到底是宠还是一种变相的控制？让我习惯花他的钱，让我离不开他，让我变成一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的废物。这个念头让我后背一凉，我把卡收回去，换成了自己的卡。哟，林甜甜挑眉。刷自己的卡，可以啊。许南桥真的长大了。我没说话，但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。也许独立也没那么难。我不知道的是，与此同时，远在香港的慕云舟正经历着什么。后来，陈哥慕云舟的助理跟我描述那3天的场景时，用了4个字：人间炼狱。嫂子，我跟着穆总5年了，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。陈哥说，第一天落地香港的时候，慕云舟一切正常，开会见客户应酬和平时一样雷厉风行，唯一的异常是他每隔10几分钟就会看一眼手机，这个频率在当天晚上达到了顶峰。因为以前穆总出差的时候，嫂子你都是隔1-2个小时发一条消息的。
有时候是自拍，有时候是表情包，有时候是碎碎念。比如今天吃了什么，路边看到一只猫好可爱，想你了。但那天一条都没有。慕云舟坐在酒店套房的办公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并购方案，但目光却落在手机上，屏幕亮着对话框里最后几条消息是他发的。落地了，香港下雨了。许南桥的回复分别是一个字和一个字。好哦。慕云舟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，然后他打开林甜甜的朋友圈，照片里她的小姑娘笑得眉眼弯弯，手里拎着购物袋，看起来快乐的不像话。配文里戒断反应4个字让他瞳孔微微收缩，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几秒，然后给林甜甜的动态点了个赞，这是警告，但林甜甜显然没看懂。第二天慕云舟的状态开始不对了，说他开会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，虽然没有表现出来，他脸上还是那副生人勿近的表情，但作为跟了他5年的人，我能看出来。穆总那天开了3个会，每个会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都是看手机，看完之后表情就会比之前更冷一点。当天晚上慕云舟给许南桥发了一条消息，睡了吗？隔了40分钟回复才来，准备睡了，晚安。慕云舟看着这条消息，薄唇抿成一条直线，他打了一个字然后他把手机放下，拿起桌上的并购方案，看了10分钟，一页都没翻过去。他又拿起手机翻开许南桥的朋友圈，空空如也，没有发自拍，没有发碎碎念，没有发老公出差好想他，什么都没有。慕云舟把手机扣在桌上，声音大到让隔壁房间的陈哥都吓了一跳。第3天事态彻底失控，上午的谈判进行到一半，慕云舟忽然抬手示意暂停，他拿起手机走出会议室，陈哥跟在后面，听到他低声说了句什么，然后他回来面无表情地宣布谈判推迟，我今晚回北京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大概5秒钟，对方公司的代表一脸茫然，穆总，我们的条件还没谈完。我说推迟。慕云舟的声音不大，但没有人敢再问第2遍。说从香港到北京的飞机上，慕云舟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云层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屏幕。嫂子，我跟穆总这么多年头一回见他，提前结束出差。那个并购案后来赔了违约金，数目不小，但穆总一个字都没提过。陈哥顿了顿，他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变了？第3天晚上，我正窝在沙发上追番，电视里放着最新的恋爱番，男主角刚对女主角告白，画面甜得冒泡。我激动地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，然后拿起手机想发弹幕，手停在半空，我差点又打开慕云舟的对话框了。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。我以前追番的时候都要实时给他发消息直播剧情，老公这个男主好帅，老公女主好可爱，老公他们亲了。慕云舟一般不会回复这些消息，但有一次我生气了，说他不关心我，他面无表情地复述了一遍我上个月追的那部番的全部剧情，我当时都惊呆了，原来他每一条都看了，只是不回复。这个男人真是……我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，把注意力拉回电视屏幕上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密码锁的声音，滴滴滴滴咔嗒，门开了，一阵冷风裹着夜露涌进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一道颀长的身影出现在玄关，黑色的长风衣，衣板上还沾着深夜的露水，里面是有些皱的深色衬衫领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扯松了，松松垮垮的挂在脖子上，头发也不像平时那样一丝不苟，有几缕垂在额前，微微遮住眼睛。慕云舟，但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慕云舟，我认识的那个慕云舟永远金贵从容，永远波澜不惊，西装笔挺，领带端正，袖扣能反射出光，浑身上下都写着生人勿近4个大字，像一尊行走的冰山。眼前这个男人，眼底一片青黑，像熬了3天3夜没合眼，下巴冒出淡青色的胡茬，给他原本清俊的脸添了几分颓废和凶狠，整个人像是从谈判桌上直接杀到机场，又在飞机上熬了3个小时没合眼，下了飞机直奔这里，连口水都没顾上喝，又凶又疲惫又有点可怜。我吓得手里的薯片都掉了，薯片渣洒了一沙发。慕云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后天？他扫了一眼茶几，薯片、炸鸡、奶茶、辣条、巧克力棒瓣和蛋挞，一包拆开的牛肉干，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嘴角的薯片渣上。许南桥，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低沉沙哑，像是很久没喝水，又像是在飞机上一直没开口说话。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狗了？不是疑问句，是陈述句，语气平静的像在宣读判决书。我什么狗？我什么时候养狗了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不是大哥，你说清楚。我下意识往后缩。什么狗？慕云舟没回答，他大步走过来，长腿一迈，直接把我圈在沙发角落里。他双手撑在我身体两侧，俯下身，把我整个人笼罩在他的阴影里。他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，他平时几乎不抽烟，还有机舱里那种干燥的空气味道和一点点男士香水后调。那双平日里总是冷淡疏离，让人猜不透情绪的眼睛，此刻像烧着一团暗火，不是愤怒的火焰，是委屈的、压抑的、快要失控的暗火。3天，他咬着牙一字一顿，像是在克制什么即将决堤的情绪。整整3天，你一共给我发了4条消息，一路顺风，好哦，晚安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加起来10个字。我缩了缩脖子，小声纠正：那个一路顺风是4个字，晚安是2个字，所以加起来应该是许南桥。他连名带姓的喊我，声音拔高了1度。我立刻闭嘴，我错了，你继续。慕云舟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在努力压制什么。他的胸膛起伏着近在咫尺的距离，让我能看清他下颌线的弧度，还有喉结滚动的轨迹。然后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，逼我抬头看他，力道不重，但很坚决，指腹上有薄薄的茧。不视频，不查岗，不撒娇，连个表情包都没有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哑，像砂纸磨过
过木头。许南桥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愣住了，彻底的完全的大脑一片空白的那种愣住。不是大哥，这个剧本不对啊。梦里你不是嫌我太粘人吗？不是让我给你空间吗？不是说你这样让我很累吗？不是喜欢那种独立自主能和你并肩站在一起的女强人吗？我这都独立了，我这都给你空间了，我甚至都学会一个人追番了，你怎么反而疯了？我没有不爱你啊，我赶紧解释，语速飞快。我只是觉得我以前太烦人了，总是打扰你工作，总是查岗吃醋。你出差，我还要挂视频听你敲键盘才能睡着。我越说越小声，我就想改一改，变成那种不粘人的独立的女朋友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我烦了。我说完，小心翼翼地看着他，等他的反应。慕云舟的表情像是被人打了一拳，不是真的被打了一拳，是那种听到一件完全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情时才会露出的表情，震惊、困惑，还有一点点茫然。谁说你烦人了？我自己觉得的。我老实交代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跟我说你很累，让我给你空间，然后你就退婚了。慕云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你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我做了混蛋事，你就用梦里那个混蛋的标准来惩罚现实中的我。他语气很平静，平静的有点危险。我这么说好像确实有点过分。我冤不冤？有点冤。有点很冤。特别冤。比窦娥还冤。慕云舟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忽然把头埋进我的颈窝，他整个人的重量都压了过来，把我紧紧圈在沙发角落里。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打在我的脖颈上，温热的有点痒。他的手臂收紧，像要把我揉进骨头里。许南桥，他的声音闷闷的从我的颈窝里传出来。我不要空间，我也不需要你独立，你就做你自己行不行？粘人就粘人，查岗就查岗，吃醋就吃醋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到我差点听不清。你以前那样，我喜欢的。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，像有人在我胸口放了一颗烟花，砰的一声炸开漫天绚烂的光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所以他不是嫌我烦，他觉得我粘人很可爱，他喜欢我查岗。我小心翼翼地戳了戳他的背。慕云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受虐倾向啊？他抬起头，眼眶居然有点红，不是哭。慕云舟这种人大概从生下来就没哭过，但眼眶边缘有一圈淡淡的红，像忍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到了临界点。你才知道。他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低沉的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。我彻底不会了，这是什么剧情展开啊？梦里那个嫌弃我的慕云舟呢？那个疲惫的说许南桥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的慕云舟呢？那个站在清冷女强人身边对我说退婚的慕云舟呢？感情那个梦是个诈骗电话。那你为什么？我忍不住问，为什么梦里你那么嫌弃我？慕云舟皱眉，什么梦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把那个梦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从那张很长的桌子开始，到他疲惫的眼神，到那个穿白西装的女人推门进来，到他面无表情的说退婚。我讲得很详细，因为我真的被那个梦吓到了。讲到最后，我的声音都有点发抖。慕云舟听完之后沉默了3秒，然后他笑了，不是那种温柔的宠溺的笑，是那种气到极点被气笑了的笑。许南桥，他一字一顿，你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我做了混蛋事，你就用梦里那个混蛋的标准来惩罚现实中的我，我冤不冤？冤。那你还这样对我？我错了吗？慕云舟伸手捏住我的脸往两边扯，力道不重，带着点惩罚的意味。许南桥，我告诉你，我慕云舟这辈子最怕的不是什么10几个亿的项目黄了，不是公司股价跌了，不是董事会弹劾我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突然认真起来。是你不要我了。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，像被人猛地塞了一颗柠檬，酸涩感从鼻腔一直蔓延到眼眶。原来那个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人从来都不止我一个，原来他也会害怕，原来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慕云舟也会担心他的小姑娘不爱他了。我没有不要你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声音闷闷的。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不要你？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，才怕你烦我。那你还回不回我消息了？回。还查不查岗了？查。还粘不粘人了？粘死你。慕云舟终于满意了，他把头又埋回我颈窝，鼻尖蹭了蹭我的锁骨，像一只终于找到窝的大型犬。我感觉到他的身体从紧绷到松弛，像一根绷了3天的弦终于松开。这还差不多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点沙哑的鼻音。那天晚上慕云舟破天荒地跟我聊了很久，我们窝在沙发上，我窝在他怀里，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，暖黄色的光把整个空间照得柔软又安静。电视里的番早就播完了，屏幕上显示着播放结束的提示。他跟我说了很多以前从没说过的话。他说他从小就是被当成继承人培养的，慕家3代单传，他是唯一的儿子，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肩膀上扛着什么。别人家孩子在游乐场玩的时候，他在上钢琴课；别人家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，他在学财务报表；别人家孩子早恋的时候，他在跟着父亲参加商务宴请。所有人都在告诉我，你要强大，你要冷静，你不能有软肋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老爷子说慕家的人不能被人看到弱点。我妈说喜欢一个人可以，但不能喜欢到失去自己。我从小到大学的都是怎么控制情绪，怎么隐藏弱点，怎么让对手猜不透你。他笑了一下，有点自嘲。但你偏偏就成了我的软肋。你发消息的时候我会分心，忍不住想看手机。你不发消息的时候我更分心，脑子里全是你，为什么不发消息？许南桥，你说你是不是专门来克我的？我得意地晃了晃脚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专业的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把我本来就乱的头发揉得更乱。行，我认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口。那天在香港你不回我消息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什么念头？我问。慕云舟沉默了几秒，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他脸上投下浅浅的明暗交界。他是不是终于发现我这个人又闷又无趣，不值得他那么喜欢了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很轻轻的，像怕惊动什么。我愣住了，原来他也会这么想。原来那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慕云舟也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原来在我担心配不上他的同时，他也在担心留不住我。你哪里闷了？你哪里无趣了？我气得捶他的胸口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慕云舟，不准你这么说。他被我捶得笑起来，胸腔震动的笑声低沉又好听。行，我不说。那你还觉得我会不要你吗？不了。那你还觉得我会觉得别人更好吗？不了。那你以后还……我话说到一半，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看到林甜甜的朋友圈的？你不是从来不刷朋友圈的吗？慕云舟的表情微微一僵，极其细微的变化，但被我捕捉到了。偶尔看。他说偶尔。经常？多经常？他别开视线。你的动态我设了特别提醒。这是什么绝世大甜瓜？所以每次我发朋友圈，你都是第一个看到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点赞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看。那你现在怎么又点赞了？慕云舟沉默了一瞬。因为你不理我。他说这4个字的时候，语气里居然有一丝委屈，我整个人都被甜晕了。这个男人表面上高冷禁欲，生人勿近，实际上偷偷把我设成特别关注，每天刷我的朋友圈，还因为我不理他破天荒的去给林甜甜点赞。这哪里是什么高冷霸总，这分明就是个……慕云舟。我戳了戳他的胸口。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他低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点无奈。许南桥，我们在一起2年了。我不管你回答我。他叹了口气，伸手捧住我的脸。是我暗恋你，从第一天到现在，满意了。我满意了，非常满意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翻篇了，但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慕云舟这个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，在这次独立事件之后彻底暴露了，像开闸放水，像潘多拉魔盒，像解开了什么不得了的封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正在卫生间洗脸，挤洗面奶搓出泡沫往脸上抹。许南桥，你在里面待了3分钟了。慕云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我在洗脸。洗脸要3分钟。大哥，我还要护肤啊，爽肤水、精华、乳液、防晒一套流程下来，至少15分钟好吗？门外安静了2秒，然后门被推开了。慕云舟靠在门框上，双手抱臂，穿着一身家居服，头发微微凌乱，看起来比平时少了几分冷硬。他一脸认真的看我往脸上拍爽肤水。这个是什么？爽肤水。那个呢？精华。还有多久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计时。他理直气壮。以后你洗脸、护肤、上厕所都只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，超过了我就进来找你。我不是大哥，你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？你进来干嘛？看我上厕所？如果你超时的话。慕云舟。他面不改色。叫老公也没用。我气得把化妆棉扔他，他单手接住放到洗手台边上，表情都没变一下。中午我在厨房热牛奶，刚打开冰箱拿出牛奶和慕云舟就跟过来了。他走路没声音的像一只大型猫科动物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站在我身后了。我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我来。他不由分说地接过我手里的牛奶和熟练地倒进杯子里，放进微波炉设置时间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我站在旁边有点无语。慕云舟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粘人？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淡淡的。我以前也没发现你这么能忍。一箭穿心。我闭嘴了。下午慕云舟在家里办公，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，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文件。他坐在那里看文件的时候，侧脸被窗外的光照出一个好看的轮廓。我在客厅看漫画，隔了大概10分钟，他的声音从书房传出来。许南桥。干嘛？你进来。我抱着漫画书走进去。怎么了？他头也没抬。坐这儿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那是一个单人沙发，平时放在角落里，被他特意拖到了办公桌旁边。你不是要办公吗？我在这儿不会打扰你。不会。我半信半疑地坐下来，翻开漫画，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偷偷瞄他。他正在看一份厚厚的文件，右手拿着钢笔，时不时在纸页边缘写几个字，眉头微微蹙着，看起来很专注。忽然他接了个视频电话，是公司的高管打来的，好像在汇报一个项目的进度。慕云舟全程面无表情地听着，偶尔嗯一声，偶尔问1-2个问题，和平时在公司里一模一样。直到电话那头的高管说了句什么，慕云舟忽然开口。稍等。他转头看我。许南桥，你坐那么远干什么？我低头看了看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大概1米，他办公桌到沙发的距离，这还远。过来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抱着漫画书站起来，挪到他旁边。他满意了，重新转向屏幕，继续。视频那头的高管沉默了2秒。好的，穆总。我仿佛能看到他脸上写满了我老板是不是被夺舍了的表情，但慕云舟毫不在意，他甚至伸出左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手，一边听汇报一边用拇指轻轻抹撒我的手背。这个男人是真的不需要面子这种东西。晚上我和林甜甜视频。姐妹，你现在什么情况？林甜甜一脸八卦，背景是他家那个贴满爱豆海报的卧室。你家穆总是不是被你 PUA 了？他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 PUA 他？明明是他 PUA 我。我压低声音回头看了一眼书房的方向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上厕所，他都在外面计时。计时？对，说以后我上厕所不能超过。我听到了。慕云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的回头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手里端着一杯温水，穿着一件深色的家居服，表情无辜的像什么都没听到。喝点水。
他把杯子递给我，你今天喝水不够。然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里的林甜甜，微微颔首。林小姐，木总好。林甜甜的声音瞬间高了8度。你们继续，不用管我。他说着，在旁边沙发上坐下，拿起一份文件看起来，但他的位置刚好能听到我和林甜甜的所有对话。林甜甜在视频里疯狂给我发私信：姐妹，你家这位是不是有什么分离焦虑症？他是不是在你身上装了定位器？他刚才看镜头的那个眼神，我感觉他在警告我。我回他：我刚发现的，正在确诊中。你保重，你才保重。然后我就看到慕云舟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，极其细微的弧度。他听到了，他一直在听。这个男人是故意的，但我心里那个甜又是怎么回事？日子就这么过了1周，慕云舟彻底撕下了高冷霸总的面具，变成了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粘人精。开会要带我，出差要带我，就连去公司也要把我打包带上。你不是说喜欢查岗吗？他理直气壮，直接带你查，省得你远程操作。我这逻辑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周一早上，慕云舟公司有周会，他站在玄关换鞋，我窝在沙发上追番。许南桥换衣服。干嘛？跟我去公司。我又不是你员工。你是我未婚妻。他走过来，直接把我从沙发上捞起来。未婚妻查岗天经地义。我被他的逻辑噎住了，然后就被他塞进了车里。到了公司，慕云舟去开会，把我安顿在他办公室里。在这等我，别乱跑。知道了。他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手机开着。干嘛？我给你发消息，你要秒回。你不是在开会吗？开会也可以发消息。他走了之后，我瘫在他那张据说价值6位数的真皮办公椅上，给林甜甜发消息：姐妹，我被绑架了。报警了吗？被慕云舟绑架到他办公室了。滚！我在他办公室里待了1上午，期间收到了他8条消息。在干嘛？有没有喝水？桌上的零食可以吃，空调温度合不合适？无聊的话，书架第3层有漫画。午饭想吃什么？我还有1个小时结束，40分钟。我挨个回复了，每一条都回了，因为我怕我不回的话，他真的会从会议室跑出来。午饭是在他办公室吃的，他让助理送了2份日料，然后坐在我对面，一边吃一边看文件。慕云舟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他抬眼看我，哪样？你以前很高冷的，我给你发10条消息，你才回1条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经常说在忙，我找你，你都让我自己玩。慕云舟放下筷子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我以前，他说得很慢，以为那样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该有的样子。不被情绪左右，不被感情牵制，不让人看出你在意什么。他顿了顿，但后来我发现那些都不重要。什么重要？他看着我，你就1个字，但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击中了。但是我心底深处还是有一点点不安，因为那个梦里的女人还没有出现。我后来偷偷查过，她叫沈清婉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，不是虚构的，不是我想象出来的，是真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。某知名投行的副总裁，沃顿商学院 MBA 连续3年入选30 Under 30精英榜单，履历漂亮的像开了挂。照片里的她穿着一身白色西装，站在演讲台上，眼神清冷而自信。据林甜甜帮我打听到的消息，她有个朋友在那家投行。沈清婉是慕云舟公司最近正在接触的合作方代表，一个跨境并购案，双方已经初步接洽过了，也就是说他们迟早会见面，迟早。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穿着慕云舟的衬衫当睡衣，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头，有几缕碎发散落在耳边，脚上踩着一双兔子拖鞋，左脚那只的耳朵还被我踩断了半截。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半包薯片和一杯已经凉了的奶茶，和沈清婉那种精英女性比起来，我简直就是个废物典型。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再也压不下去了。我开始失眠，不是那种辗转反侧的失眠，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脑子里却像在跑马拉松的那种失眠。慕云舟睡在我旁边，呼吸平稳，睡姿端正。他睡着的时候眉头会微微松开，看起来比白天柔和很多，一只手搭在我腰上，像是怕我半夜跑掉似的。我盯着天花板开始胡思乱想，如果沈清婉真的出现了怎么办？如果慕云舟发现他才是更适合他的人怎么办？如果他有一天也用那种疲惫的眼神看着我说，许南桥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怎么办？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不行，我许南桥不能坐以待毙，既然躲不过，那就主动出击。我要让慕云舟和沈清婉光明正大的接触，让他看清楚谁更适合他。如果他在充分接触之后还是选择我，那才说明他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因为习惯、责任或者娃娃亲。如果他真的选择了沈清婉，那我至少提前有了心理准备，不至于像梦里那样措手不及，至少不至于输得太难看。这个计划被我命名为脱敏疗法2。0是上次我发誓要独立的那次被慕云舟从香港飞回来打断了，这次一定要成功，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快。周6下午，慕云舟在家里看文件，我窝在他旁边刷手机，忽然收到林甜甜发来的一条链接：姐妹，你家慕总公司下周5有个商务酒会，沈清婉也会去，作为合作方代表。下面附了一张嘉宾名单的截图，沈清婉的名字排在第3位。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我关掉手机，转头看向慕云舟。慕云舟，你们公司下周是不是有个酒会？他正在翻文件的手指顿了一下，抬眸看我。你怎么知道？甜甜告诉我的。我凑过去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随意。我想去。慕云舟放下文件，认真的看了我一眼。以前这种场合我从来不去，一是我社恐，看到一堆西装革履的陌生人就紧张；二是我觉得自己和那些精英人士格格不入，站在慕云舟旁边像个挂件。他邀请过我很多次都被我拒绝了，所以当我说想去的时候，他明显有些意外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他看了我几秒，然后点点头。
好，没有多问，这就是慕云舟。他从来不追问我的决定，只是默默帮我安排好一切。周五下午，慕云舟的造型师来家里帮我做造型。许小姐，您想要什么样的风格？我想了想，成熟一点，干练一点，不要太甜。造型师点点头，开始在我脸上涂涂抹抹。1个小时后，我站在镜子前，一条简约的黑色吊带长裙，剪裁利落，腰线收得很好，头发被盘起来，露出脖颈的线条。妆容比平时浓一些，眼线微微上挑，口红选了一支复古红，看起来不像我，但挺好看的。我对着镜子深吸一口气。这时慕云舟从身后走过来，他也换好了衣服，一身深藏青色的西装，里面是白色衬衫，没打领带，领口微微敞开，袖扣是一对低调的银色方扣，和他整个人的气质很配，金贵但不张扬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停了2秒，然后皱眉，换一件。啊？为什么？不好看吗？太漂亮了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，我怕别人看你。这是什么歪理？最后我还是穿了那件。出门的时候，慕云舟全程揽着我的腰，像在宣示主权。酒会定在博悦酒店的宴会厅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大厅里已经聚了不少人。男士们清一色的深色西装，女士们则是各式各样的礼服裙。香槟杯碰撞的声音，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，人们低声交谈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形成一种上流社交场合特有的背景音。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慕云舟的手，他低头看我，紧张？有一点。跟着我就好。他的手掌温暖而干燥，包住我的手，力道不轻不重。我们刚走进大厅，就有人迎上来打招呼。慕云舟一一回应，态度礼貌而疏离。他的社交面具戴得很好，看起来在认真听对方说话，实际上眼神始终有一分落在我身上。然后我看到了他，沈清婉。他站在大厅另一侧，正在和几个人交谈。一身白色的西装式连衣裙，剪裁考究，衬得他整个人挺拔而修长，长发低挽成一个髻，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脸。妆容很淡，但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他的五官优势。他端着香槟杯的手势很标准，说话时的表情管理很专业，认真倾听时会微微侧头，回答时语速适中，条理清晰，和梦里的形象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更优秀。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，黑色的裙子，复古红的唇，努力装出来的从容，像一个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。穆总，沈清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转过身，看到他正朝我们走来，步伐不紧不慢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，不过分热情，也不显得疏离。这位是？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未婚妻许南乔。慕云舟的回答干脆利落，没有任何犹豫。他的手自然地揽上我的腰，力道比刚才紧了一点。沈清婉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，只是一瞬，但我捕捉到了，那是一种审视的评估的目光，不带恶意，但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判断。然后他礼貌地点头微笑。许小姐好，我是沈清婉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赶紧回礼，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紧张一些。然后我开始了我的计划。沈小姐，我听说你是沃顿毕业的，好厉害啊！慕云舟，沈小姐这么优秀，你们的合作一定很愉快吧？沈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？也像我们家慕云舟一样，只知道工作吗？你们俩站在一起还挺般配的。这句话刚出口，我就感觉到腰间的手臂骤然收紧。慕云舟低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怎么说呢？如果我是一只猫，大概已经被他叼着后颈皮拖走了。但沈清婉似乎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，她微笑着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语气得体而专业，然后礼貌的告辞，端着香槟走向另一群人。她的背影很好看，肩胛骨的线条在白色西装下若隐若现，脊背挺直，走路时目不斜视。我盯着她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，不是嫉妒，是羡慕。羡慕她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，羡慕她在任何场合都能从容不迫的气场，羡慕她站在慕云舟旁边时那种势均力敌的般配感。而我，许南乔。慕云舟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低下头，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，声音压得很低。跟我来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穿过人群，穿过走廊，一路走到了酒店这一层的露台。露台上没有别人，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初秋的凉意。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铺展开来，像一片流光溢彩的海洋。慕云舟反手关上露台的玻璃门，把我们和酒会的喧嚣隔开。然后他转身看我，许南乔。他的声音低得危险，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你刚才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点心虚，视线开始飘忽。什么意思？沈小姐这么优秀，你们的合作一定很愉快，你们俩站在一起还挺般配。他一字一顿地复述我的话，每说一句就往前逼近一步。我被他逼到了露台的栏杆边，背后是城市的天际线，面前是他被夜色衬得更加深邃的脸。许南乔，你把我和别的女人凑对，你是嫌自己命太长，还是嫌我脾气太好？我缩了缩脖子，我这不是人家沈小姐那么优秀吗？万一你觉得她更好呢？慕云舟深吸一口气，许南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眼睛有问题啊？沈清婉优秀不优秀关我什么事？他咬着牙一字一顿，我又不和她过日子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他低下头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距离近到我能看清他睫毛的弧度，能感受到他说话时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嘴唇。许南乔，你听好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从始至终都是你，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我慕云舟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这辈子才配遇到你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心里。你不用变成沈清婉，也不用变成任何人，你就做你自己，那个会查岗的许南乔，会吃醋的许南乔，会在家里等我回来的许南乔，那才是我要的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，不是委屈的眼泪，是被人用力抱紧之后确认自己不会被推开的那种安心的眼泪。原来我一直纠结的不够好，在他眼里从来都不是问题，原来他喜欢的就是那个不完美的我。
可是我抽抽噎噎，鼻音浓重。可是你这么优秀，我什么都不会。谁说你什么都不会？慕云舟抬手擦掉我的眼泪，指腹蹭过我的脸颊，力道很轻。你会让我开心，你会让我想回家，你会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真的需要我。他笑了一下，难得有些自嘲。许南桥，你以为是你离不开我，其实是我离不开你。那天在香港，你不回我消息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什么念头？他是不是终于发现我这个人又闷又无趣，不值得他那么喜欢了？我愣住了，原来他也会这么想。原来那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慕云舟也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原来在我担心配不上他的同时，他也在担心留不住我。你哪里闷了？你哪里无趣了？我气得捶他的胸口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慕云舟，不准你这么说。他被我捶得笑起来，胸腔震动的笑声低沉又好听。夜风把他的笑声吹散在城市的天际线上方。行，我不说，那你还觉得我会不要你吗？不了。那你还觉得我会觉得沈清婉更好吗？不了。那你以后还给我瞎牵线吗？不了不了不了。他低头在我唇上轻轻啄了一下，像一只蜻蜓点过水面。乖。那天晚上回家之后，慕云舟做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，他坐在沙发上拍了拍旁边的位置。过来。我乖乖过去坐下，他拿起手机打开微信，当着我的面点开了沈清婉的对话框。你看清楚。他打字：沈小姐，关于今天的酒会有件事需要说明，我未婚妻年纪小，喜欢开玩笑，他说的任何关于我们关系的话都不代表事实。发送。然后他又发了一条：我感情状况稳定，未婚妻是我唯一的选择，希望我们的合作保持专业。发送。他把手机递给我看，这样你安心了吗？我看着屏幕上那2行字，鼻子又开始发酸。慕云舟，你不用这样的。用。他收起手机，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，我必须一个一个清掉。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神认真。许南桥，你以后再做那种梦，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制定什么独立计划，是什么？是来找我，把你梦到的事情告诉我，我会一件一件告诉你，那些都不会发生。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慕云舟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他伸手把我揽进怀里。因为是你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慕云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简单来说，就是2个人都彻底放飞自我了。以前是我黏他，现在是他黏我；以前是我查他的岗，现在他查我的岗；以前是我吃醋，现在……许南桥，你今天和林甜甜逛街，为什么玩她的手？她是我闺蜜，闺蜜就可以玩手，那不然呢？下次玩我。场景2。许南桥，你刚才看那个男明星的腹肌了？我那是看电视不小心看到的。你看了3秒。我数了。场景3。许南桥，你昨天睡觉喊了我的名字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喊的是慕云舟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。他面无表情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真的。真的。但是你要补偿我。怎么补偿？他凑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我的脸瞬间爆红。慕云舟，你流氓。只对你一个人流氓。10月的某个周末，慕云舟难得没有加班，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是一部很老的爱情片，画面里男女主角在雨中拥吻，背景音乐煽情的能凝出汁来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按下暂停键。慕云舟，如果我真的变独立了，不沾你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正在把玩我头发的手指顿了一下，然后他放下手，把我整个人卷进怀里，下巴搁在我头顶，胸腔的震动透过他的身体传过来。那我就追你，追到你重新黏我为止。我想了想，又问，那如果我一直都不沾了呢？慕云舟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电影画面的定格停在男女主角近在咫尺的侧脸上，客厅里只有空调送风的低鸣声。然后他开口，声音很轻，那我就等你，等到你愿意黏我的那一天。窗外有月光透进来，落在他低垂的睫毛上，在眼睑下方投下一小片阴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那个梦里的结局永远不会发生，因为现实里的慕云舟从来都不是梦里那个说我很累的男人。他是一个会说你不要不沾我的男人，是一个会因为我少发一条消息就连夜从香港飞回来的男人，是一个把所有的柔软和脆弱都只留给我一个人的男人，是一个在所有人都告诉他要强大要冷静不能有软肋的环境中长大，却心甘情愿把我当成他唯一的软肋的男人。我伸手抱住他，把脸埋进他的胸口，他的心跳声传进耳朵里，沉稳有力，一下一下。慕云舟，我不会变的，我会一直黏着你。他没说话，但把我的手臂收紧了，紧到我能感受到他胸腔的起伏，能感受到他下巴搁在我头顶的重量，能感受到他整个人把我圈住的那种密不透风的让人心安的包围感。他的心跳好像快了一点点，或者是我自己的心跳，分不清了。反正在那个时刻，我们2个人的心跳声重叠在一起，像在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。后来我偶尔还是会做那个梦，梦里的慕云舟坐在长桌对面疲惫地看着我，但梦的结局变了。每次梦到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，现实里的慕云舟就会出现在梦里，他穿过那张长桌，穿过那个清冷女人的身影，走到我面前，牵起我的手，然后转头对梦里那个慕云舟说，你谁啊？别欺负我老婆。每次梦到这里我就醒了，醒来的时候枕边人正安安稳稳地睡着，一只手搭在我腰上，呼吸平稳而绵长，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晨光，落在他的侧脸上。我盯着他的睡颜看一会儿，然后凑过去在他下巴上轻轻亲一口。他动了动眼睛没睁开，但手臂收紧，把我往怀里带了带。早。他的声音带着刚醒时的沙哑。早。做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做梦的时候会往我这边蹭。我愣了一下，原来他都知道。梦到什么了？他问。我想了想笑了。梦到你了。梦到我什么？
梦到你说你不要空间，你就要我黏着你。慕云舟睁开眼睛低头看我，晨光里他的眼睛是浅浅的褐色，像加了奶的咖啡。那不是梦，他说那是真的。然后他低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而我依然是那个粘人的许南乔，他依然是那个被我粘着的慕云舟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，只不过我再也不会因为太粘人而责怪自己了，因为有人需要我粘着他，就像我需要粘着他一样，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。